受太阳风剧烈扰动，全球即将陷入长达100年的冰河世纪，极寒将笼罩整个世界，最低气温可达-100°。起初，人们只当这是一场寻常的降温，可一夜之间，热带区域竟飘起鹅毛大雪。待到众人察觉不妙，却为时已晚，无数人在严寒中丧生，所有食物储备被抢夺一空。短短3日，冻死者的数字攀升至骇人听闻的地步。为了活下去，人们甚至退回到了烧杀抢掠的原始时代。去死吧！你的物资归我了，是我们的。刀光掠过，陈浩南满心愤恨化为无尽不甘。一阵天旋地转后，他的意识沉入黑暗深渊，他死了。不知过了多久，陈浩南猛地睁开双眼，大口喘息着。过了好一阵，才辨清自己身处何地，是在自己家中。他看向墙上的日历，显示的日期竟是末日降临之前，他重生了。太好了！拥有这次重来的机会，陈浩南发誓要让上辈子在末世中企图杀害他的人付出代价。但他明白，眼下最紧要的并非复仇，而是囤积物资。陈浩南心念微动，便感知到一个空间在他意识中浮现。这空间广阔的超乎想象，恰好能用来收纳物资。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1个月，届时外界将只剩冰冷尸骸。陈浩南动身前往市中心。目前除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他手头的存款仅有几十万。他目光扫过街对面，看见一家彩票店，猛然记起今天会开出一个100万大奖。这消息前世曾在社交平台登上热搜。陈浩南略作思忖，抬脚走了进去。不多时，他神态悠闲地走出店门，奖金也安然落入他的口袋。接着，陈浩南转身朝一家5星级酒店走去。先生您好，这边请。刚至门口，便有一位身着黑丝的女迎宾上前接待。不远处，2名女生正在谈论此地。曼妮，看5星级酒店。周小婷不由得停下脚步，她身旁的正是柳曼妮。你快看那边！周小婷急忙说道。那个跟屁虫！柳曼妮抬头望去，一眼就看见了陈浩南。柳曼妮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心想待会儿只要稍作示意，不就能让他带着他俩去潇洒一番。两人便在门外等候。陈浩南坐在包厢里，服务员将菜肴一一摆上桌。等菜全部上齐，陈浩南立刻开始大快朵颐。他足足吃了1个小时，才心满意足的在服务员殷勤的笑容中离开。此刻他打算去找一家大型超市采购物资存入空间。陈浩南眉头一皱，发现了柳曼妮，一股杀意瞬间涌上心头。有事？陈浩南压下心中杀意，语气平淡的问道。陈浩南，我刚才看见你从……柳曼妮指着酒店，眼神期待的望向他。是啊，周小婷在一旁附和。陈浩南心里根本懒得理会他们。陈浩南，你是不是该请我们去喝点东西啊？柳曼妮撅起嘴说道。下次有机会再说吧。陈浩南直接拒绝。好吧。柳曼妮和周小婷扫兴离开。陈浩南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家大型商场，他要开始着手囤积物资了。他独自一人推着3辆满载的购物车，瞬间惊呆了周围的顾客，最后连附近的女导购们都惊动了，上前说道：先生，我们提供免费配送服务哦。陈浩南让他们直接将货物送到自己小区的一间地下仓库，正好回去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空间能力。行，东西放这儿吧。陈浩南打开自家仓库门，让员工们把一整车的食物都搬了进去。这时，一位背着手的老太太走了过来。陈浩南转头一看，原来是小区居委会的刘大妈。这位刘大妈平日就爱管闲事，也没少占小便宜。别乱动别人的东西，谁动了？刘大妈当即撒起泼来。不愧是居委会的，一上来就把自己摆在弱势位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东西放下。陈浩南走过去，一把夺回了零食袋。好，你等着。刘大妈咬牙切齿地威胁道。陈浩南，以后可别有什么把柄落在我手里，自己可是居委会的人，你住在这个小区，以后总有求到居委会的时候。滚！陈浩南冷声喝道。你……刘大妈骂骂咧咧地走开了。送走超市员工后，陈浩南便开始试验自己的随身空间。空间果然是无限的，而且他发现空间内的时间流速是静止的，这意味着他完全不用担心物品保质期的问题。或许我可以提前预定一些现成的饭菜。陈浩南灵光一闪，他有信心让自己在末世降临后比别人过得舒坦10000倍。他开始规划接下来的准备工作，首要问题就是食物。这座城市不仅有一座大型沃尔玛仓储中心，还紧邻货运码头，到时候直接收进空间就行。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保暖问题，届时房屋必须彻底改造，以有效阻隔严寒空气的侵入。我得想想怎么把房子打造成一个安全屋。陈浩南很快便有了主意，要满足整体改造房屋的需求。这座城市恰好有一家知名的安保公司，再就是药品，这也是一项关键物资。巧的是，在末世中，陈浩南曾从别人那里得知一个特殊渠道，只要钱到位，多少药都能搞到。不仅药品，连武器那里也有不少存货。陈浩南决定先休息。第二天一早，陈浩南早早醒来，他开始预定酒席。你好，这里是鸿运大酒楼，请问有什么需要？我要订500桌酒席。陈浩南提出要求。500桌？电话那头的服务员震惊道。500桌酒席，不仅制作耗时极长，总价也高达上百万，毕竟一桌就要好几千块钱。我需要你们今天就开始准备。陈浩南语气坚决。酒楼经理让陈浩南当场支付了定金，他们才保证2天内一定交货，还得想想办法多弄点钱。陈浩南轻叹一声，他掏出手机，下载了一堆借贷软件，很快银行卡里又多了100万，还款日期被他设在了30天后，真痛快。陈浩南说道。末世一旦降临，根本不会有还钱的那一天。陈浩南带上房产证离开了家。由于他的房子近年价格飞涨，银行很爽快地批给了他500万贷款。
他在街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哪儿？司机师傅问道。陈浩南原本打算去本市那家全国顶尖的安保公司商议打造安全屋的事宜，但脑中念头一转，忽然改变了主意，去暗夜酒吧。陈浩南坐进车里，淡淡说道：“好嘞。”暗夜酒吧表面上看是一家奢华高雅的消费场所，暗地里却是一个地下交易据点。这家酒吧的老板背景深厚，在这里可以买到许多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您这边请。酒保示意道。陈浩南跟随对方进入一个隐蔽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个男人。头一回来，李贵将双腿架在桌上，吞云吐雾道：“他是这个地下交易所的负责人，我来出货。”陈浩南没有正面回答。什么货？李贵漫不经心地问。箱子打开，李贵瞥了一眼，浑身一震。你去抢银行金库了，这大概值4000万。李贵观察着陈浩南的表情，你出什么价？陈浩南知道对方肯定不会按市价收购，我可以给你3000万。李贵认真地说道。太少，至少再加500万。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坐地起价的。李贵眯起了眼睛，这里可是他们地下交易所的地盘。听到这话，2名手下立刻缓缓向陈浩南围拢过来。算了，陈浩南不经意地撩了一下衣角，露出一截金属冷光。李贵脸色瞬间转变，哈哈哈，开个玩笑而已。李贵站起身，脸上堆起真诚的笑容，说道：“这样吧，再加250万，可以。”陈浩南也没再为难对方，我要立刻见到钱。李贵也非常爽快地吩咐人去办理，钱马上到账。陈浩南忽然开口道：“我还需要弓弩和箭矢，小意思，就当送你的。”李贵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留下收货地址后，陈浩南便离开了。半小时车程后，他来到了大力安保公司的接待大厅。大力安保公司是国内顶尖的安保集团，鄙人钱志强，我的需求可能有些特别，墙壁需要全部加固更换，窗户和大门要换成银行金库级别的安全门。陈浩南接过茶水，精抿一口说道。听到他的要求，钱志强也感到有些诧异。陈先生，这是我们能提供的服务项目。钱志强伸手在办公室的超大液晶屏幕上点了几下。陈浩南选择了一款最顶级的特种合金，这种合金正好可以嵌入原有的房屋结构。选择完毕后，结算金额竟高达2个亿。智脑是什么服务？陈浩南好奇地问道。他刚想点击确认，目光忽然被一个选项吸引，这可是好东西。钱志强一脸神秘地说道。见陈浩南也显出好奇的模样，他便开始详细解释。智脑可以对屋内进行全天候监控与智能分析，这个功能也是很多顶级富豪想要的。钱志强压低声音解释道。听起来不错。陈浩南有些心动，就是不知道是否真像你说的那么可靠。陈浩南用手指轻轻叩击桌面，说道。钱志强表示理解，拍了拍手叫进来一位女秘书，又取出手环和腿环戴在对方的手腕和大腿上。这是一套简化版系统，钱志强解释道，并在系统里将陈浩南设为保护目标。在他的示意下，女秘书站到陈浩南身后，搬起一个沉重的花瓶。就在花瓶即将砸下的瞬间，智脑释放出强电流，使他瞬间丧失了攻击能力。我要了。陈浩南非常满意，总价随之增加了1000万。我还需要一批特效药，你这边有渠道吗？陈浩南似乎想起什么，向对方询问道。能从钱志强这里获得一条相对安全的渠道是最好的。渠道我倒是有。钱志强的语气略带犹豫。陈浩南不从医院正常购药，说明要么需求量大，要么药品来源特殊。不过谁让陈浩南是他的超级大客户呢？钱志强从柜子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陈浩南，只要钱够，大部分药都能帮你弄到，提我名字就行。陈浩南接过来一看，本市中心医院周副院长。陈浩南满意的将名片收进口袋。在陈浩南的要求下，钱志强拍着胸脯保证明天就上门开始改造。离开公司，陈浩南拨通了名片上周副院长的电话。喂，哪位？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传来。我是钱老板介绍的，想从您这儿购买一批特效药。陈浩南说明了来意。行。周副院长语气顿了一下，询问道，你要多少？我要300万的。陈浩南没打算把钱全花光，还留了一半左右。陈浩南与对方商定了具体细节，包括所需药品及其他一些医疗物资。陈浩南心情舒畅，吹着口哨回到家，准备点份外卖犒劳自己。警察却先一步上门了。您好，找您了解点情况。男警察亮出证件说道，他身旁是一位女警察。陈浩南瞬间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以为自己的事暴露了。是陈浩南吧？今天上午9点半左右，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李丽丽抢过同事的话头问道，但语气有些冲，仿佛把陈浩南当成了犯人。请你注意说话的语气。陈浩南眉头微皱道，这位名叫李丽丽的女警察他认识，不仅名气很大，追求者中也不乏富二代。她本人战斗力极强，在末世降临时，她因为帮忙照顾同事的孩子，被困在了陈浩南所在的小区，最终却因食物短缺选择了跳楼。进来吧。陈浩南不想节外生枝，便没有计较。不过陈浩南只是相关事件的目击者，这次问话并未持续太久。男警官伸手与他握了握，随即起身离开。陈浩南坐在沙发上，银行卡里还剩300多万，他打算去采购一批烧烤。想吃点啥？烧烤店老板笑呵呵地问。给我来1000份烧烤。陈浩南淡淡说道。老板话还没说完，听到手机传来收款提示音，立刻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老板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我这就去做，您先在这儿歇会儿。陈浩南这一单的消费抵得上他开店10天的利润，怎么能忘了火锅呢？陈浩南走到一家门店前，喃喃自语，给我来1万份火锅底料。办完这些，陈浩南才返回烧烤店。正当他买了瓶冷饮时，忽然听见有人喊他。陈浩南，他扭头一看，竟是邻居太太柳如烟。柳如烟面色疲惫，一看就是刚在公司加班到深夜。柳如烟身旁是一个推着电动车的男人张建业。
陈浩南。张建业一看见陈浩南，原本憋着的火气瞬间被点燃。就是你小子勾引我老婆，怎么回事？陈浩南眉头微皱，目光转向一旁的柳如烟，难道他在张建业面前说了自己什么？老公，我们俩真的没什么。柳如烟见陈浩南面露不悦，急忙拉住张建业，想让他住口。张建业这么多年的脾气他很清楚，根本不讲道理。张建业这一嗓子，顿时引来一圈围观的人，听着人群的窃窃私语，脸皮薄的柳如烟只觉得无比难堪，她白皙的脸颊瞬间涨红。此时陈浩南也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陈浩南不屑地嗤笑一声，张建业这家伙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对于这种人渣，陈浩南没必要给他好脸色。别胡说八道，小心祸从口出。陈浩南淡淡说道。对于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他更是毫不在意，还敢威胁我。听到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远不如对陈浩南，张建业气得够呛，他抬起拳头，不顾柳如烟的阻拦，就想对陈浩南动手。滚！陈浩南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扑通一声，我去，不是吧？听着围观者的哄笑，身为张建业妻子的柳如烟更是羞得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虽然我跟柳如烟之间清清白白，但如果你不行，欢迎让她来我房间找我。陈浩南看着跌坐在地，脸色青红交错的张建业，这句话更是直接揭开了他心底最深的伤疤。所有人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狼狈不堪的张建业。张建业怒火中烧，从地上爬起来，双眼喷火，恨不得将陈浩南碎尸万段。陈浩南，有机会我非弄死你不可！张建业双目赤红，拳头紧握，但要他真的跟陈浩南拼命，他却是不敢的。第二天清晨，陈浩南被钱志强的电话吵醒。钱志强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表示，他的施工队被拦在了小区门口，保安本来已经开门，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小区管理委员会的刘大妈，坚称陈浩南本人不在场，死活不让施工车辆进入。我马上下来。陈浩南语气平静地回应。赶到小区门口，只见刘大妈正叉着腰，蛮横地挡在车前。为了全体住户的安全，你们不能进去。一旁的钱志强满脸无奈。陈浩南走过去，冷笑着开口：“刘大妈，我怎么不知道？小区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大到连施工队进门都需要您批准了。”见到陈浩南本人出现，刘大妈不再纠缠，却是一脸得意的侧身让开，嘴里还不忘嘀咕着什么：“钱老板可以进了。”陈浩南懒得理会他那副嘴脸，心中暗想：等极寒末世真正降临，自有办法收拾他。钱志强点点头，指挥车队驶入小区。陈浩南这是要办婚宴，订这么多酒席，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对这些议论，陈浩南毫不在意，也无意解释。但在一旁的柳曼妮听到这些嘲讽后，心里却泛起一丝疑虑：陈浩南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他暗自琢磨。据邻居们闲聊，陈浩南最近没少往家里搬运食物。柳曼妮自己也从手机上看到不少灾难频发的新闻，海啸增多，海水污染。陈浩南反常的囤货行为让他格外在意。犹豫片刻，柳曼妮走上前，眨着水汪汪的眼睛，故作羞涩的微微偏头，露出白皙的脖颈，轻声问道：“陈浩南，你买这么多吃的，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呀？”在他看来，自己这般姿态足以让陈浩南神魂颠倒。有问必答，想多了。陈浩南摇摇头，这些是帮一个办婚宴的富豪朋友暂存在我仓库的。柳曼妮瞪大眼睛，不甘心地追问：“真的吗？那上次你去高级酒店吃饭，还有在超市大量采购零食？”哦，酒店是朋友请客，超市也是帮朋友买的。陈浩南语气淡然。听到他亲口否认，柳曼妮心中那点陈浩南或许是隐藏富二代的幻想瞬间破灭，她脸色微变，下意识后退半步，语气生硬地说：“我就是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陈浩南不屑地笑了笑，不再理会他。酒楼将上千桌顶级宴席送入地下仓库，仓库面积足够容纳这些货物绰绰有余。酒楼经理还热情表示，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他。待所有员工离开，陈浩南独自返回仓库，心念一动，将堆积如山的食物尽数收进自己的随身空间。他嘱咐钱志强盯好安全屋的施工质量，随后便前往一家5星级酒店入住。接下来几天，陈浩南白天泡在射击俱乐部，聘请了最好的教练学习使用复合弓，晚上则回到酒店休息。凭借不懈练习，他很快掌握了复合弓的基本技巧。验收安全屋的日子转眼即到，接到钱志强的完工电话后，陈浩南驾驶保时捷返回小区。在天盾安保公司的改造下，房间已焕然一新。钱志强带领陈浩南逐一参观，详细介绍各项改造：防弹防爆的落地窗、集成智能监控系统，以及存放智脑服务器的独立房间，其存储空间高达1000万 T。陈浩南越看越满意，笑容满面的称赞：“贵公司实力果然顶尖，我非常满意。”钱志强松了口气，笑着掏出一份文件：“如果没问题，请在这里签字，尾款请在3个月内结清。”陈浩南爽快签字，拍胸脯保证一定按时支付，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畅快感。他躺在客厅崭新的沙发上，欣赏着这个几近完美的安全屋。明天末世即将降临，就在这时，天色毫无征兆地暗了下来。天黑了，住户们惊讶地抬头，随即陷入困惑。奇怪，没听说有日食啊！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灾变的前奏。陈浩南刚走出小区，就在拐角处与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哎呀！柳如烟揉着额头痛呼一声，她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胸口，心里莫名庆幸，还好撞到的是陈浩南，不是别人。他抬眼看去，发现陈浩南就站在面前，却仿佛根本没注意到他。昏暗的光线下，柳如烟似乎能清晰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狂热光芒。
陈浩南握紧拳头，深吸一口气，压下重生后依旧残留的些许紧张，径直坐进路边的保时捷，发动引擎朝沃尔玛仓库驶去。他就这么走了。被完全无视的柳如烟难以置信地望着车子消失在街角。20分钟后，陈浩南抵达仓库，他压低帽檐走进去，被眼前堆积如山的物资震撼，存量至少有几万吨，这辈子都吃不完。他低声感叹。随后，他扫荡了饮料区，并找到了大量生活燃料，成吨的桶装汽油、无烟煤、固体酒精，这些存量足够他独自使用几百年。他将所有物资在空间内分门别类收纳整齐。最让他惊喜的是发现了一批漂亮国最新款的专业级极地防寒服，太棒了！他爱不释手，兴奋地将它们全部收走。耗时1小时清空仓库后，陈浩南心满意足地离开，驱车前往码头。气温开始下降了，他眉头微皱，心中的危机感又加重一分。码头上整齐堆放着无数彩色集装箱，陈浩南毫不挑剔，所见之物尽数收入空间，仅凭这里的物资就足以让他生活百事无忧。他哈出一口气，竟在盛夏时节看到了白雾，不能再待在外面了。陈浩南强压下寒意，猛踩油门，车子如离弦之箭般冲回家中。该做最后准备了，他起身仔细检查所有门窗，确认紧闭无误。随后，他坐回落地窗前，手握一杯红酒，神情凝重地望向窗外。大雪开始笼罩整座城市，他放下酒杯，心底掠过一丝紧张，走到壁炉边添了几块柴火，跃动的火焰让他略微放松下来。回到窗前，外面已是白茫茫一片。陈浩南慵懒地躺回沙发，茶几上摆着吃了一半的高级牛排和一瓶拉菲红酒，已经零下了。他把腿搭上茶几，打了个哈欠，身旁的手机不断弹出消息提示，他粗略扫了几眼，便关闭手机，开启睡眠模式。他倒在那张舒适的席梦思大床上，灯光自动熄灭，只留几盏小夜灯散发出助眠的微光。这一夜他睡得格外香甜。次日近午，陈浩南才悠悠转醒。和多数人一样，他第一件事是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数个未接来电，全都来自柳曼妮。此时窗外依旧大雪纷飞，电话再次响起，陈浩南随手接通。喂，陈浩南，你那边谁在喊主人？你不会在家里藏了女人吧？柳曼妮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他忽然想起陈浩南之前的种种反常，看着窗外被冰雪覆盖的城市，他确信陈浩南一定提前知道了什么，才会疯狂囤积物资。他本想打电话质问，可之前刚打通就被挂断，再打已无人接听。听到柳曼妮的质问，陈浩南脸色一冷，二话不说直接挂断电话，转身去洗漱。洗漱完毕，他从空间取出一块牛排享用，同时打开电视。新闻频道里，两位主持人不再优雅念稿，而是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女主播尽量保持平稳的语调播报。昨晚，一股强烈冷空气席卷全球，专家表示，此次降温不会持续太久，请居民不要恐慌，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反正与我无关。陈浩南摇摇头，手机再次响起，是柳曼妮发来的消息。陈浩南，你在干什么呀？怎么不理人家？雪太大了，我家没什么吃的了，你能借我一点吗？看完消息，陈浩南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对于这种绿茶，他只想在他凄惨死去前好好戏弄一番。他打开摄像头，对着吃了一半的法式牛排和那瓶顶级红酒拍了张照片，发了过去。另一边，柳曼妮裹着厚衣服，和闺蜜周小婷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收到回复，她急忙点开，映入眼帘的图片让她瞬间瞪大眼睛。陈浩南居然过得这么舒服。周小婷凑过来一看，立刻认出那瓶红酒的价值，急忙催促：“快让他送点过来，我也想吃高级牛排。”不用闺蜜多说，柳曼妮已经飞快打字：“陈浩南哥哥真好，人家也想尝尝牛排的味道呢。”陈浩南放下手机，冷笑一声，不紧不慢的回复：“望梅止渴，你可以对着照片望牛排充饥。”看到回复，柳曼妮气得直咬牙：“陈浩南，你什么意思啊？”她气得直接发去语音：“陈浩南，你还是不是男人？”紧接着，她勉强挤出笑容，忍着刺骨寒冷，将衣领拉低一些，拍了张自拍发过去。虽然觉得自己有点吃亏，但想到陈浩南很可能因此热情地送来食物，他又暗自得意起来。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陈浩南点开，看到柳曼妮的自拍，顿时觉得辣眼睛，一眼都不想多看。说起来，我手机里好像还存着柳如烟的照片。他忽然想起什么，翻找起相册，那是重生第1天，他抱住柳如烟时拍下的。没记错的话，再过几天，柳如烟家的食物就该见底了。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这时，业主群突然刷屏的消息吸引了他的注意，点开一看，又是那位刘大妈在滔滔不绝的训话：“大伙儿乖乖在家待着，雪灾很快就会过去，再忍几天就好了。现在谁要是敢哄抢物资，后果自负。”他语气严厉，并刻意将小区管理委员会与官方捆绑在一起。有业主怯生生地问：“刘大妈，我们也不想出门，可家里没吃的了怎么办啊？”刘大妈见有人不服管教，立刻加重语气：“我们小区管理委员会会想办法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的，都不要担心。”陈浩南看着手机，忍不住嗤笑一声，他不过是个有点小权的居委会大妈罢了。突然，刘大妈在群里艾特了陈浩南，矛头直指他：“陈浩南啊，我记得前阵子你家囤了不少食物，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更可不能带头坏了规矩，明白吗？”看到这段话，
陈浩南愣了一下，随即感到可笑。他没让刘大妈得意多久，立刻在群里反击。外面雪这么大，万一持续几个星期，其他邻居家里断了粮，您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此话一出，立刻引来众多业主的附和。刘大妈攥紧拳头，心中对陈浩南当众驳她面子的行为恨得牙痒痒。她在群里强称道：“大家放心，我代表小区管理委员会郑重承诺，食物物资绝对不可能短缺，雪灾很快就会过去，要相信小区管理委员会。”私下里，她愤怒地咒骂陈浩南这个狗东西。敢不把小区管理委员会放在眼里，回头非让他进去喝茶不可，让你知道惹我的下场。陈浩南甚至笑出了声，在群里阴阳怪气的回复：“哎呦，您可别吓我，我胆子小。”他微微摇头，若是上一世那些禽兽不如的邻居被冻死，他绝对会拍手称快，甚至开瓶好酒庆祝一番。手机又响了，陈浩南有些不耐烦，嘀咕道：“不会又是柳曼妮那个绿茶吧？”懒得理，随意瞥了一眼，发现发信人竟是柳如烟。他眉头一挑，有些意外。此刻，柳如烟正站在窗前，身上裹着厚羽绒服，好看的眉头紧紧蹙起。令他最忧心的不是天气，而是家里即将见底的食物。他刚刚清点过，厨房只剩几把挂面和一点昨天买的青菜。她的丈夫张建业失业好几个月，一直没去找新工作。望着他紧闭的侧卧房门，柳如烟不禁咬紧了嘴唇。关键是群里的刘大妈还在不断威胁，禁止业主私自外出采购。柳如烟本打算就算雪再大，也咬牙出去买点，可看到刘大妈的警告，身为传统观念中的贤妻良母，她确实被吓住了。那可是要被请去喝茶的。这么一想，她只能站在窗前，望着漫天大雪，捂着胸口发愁，犹豫再三。柳如烟点开了陈浩南的头像，发送了2个字：“在吗？”陈浩南看着这行字，觉得有些好笑。这位身材犯规、性情温柔的邻家太太，竟然主动找他了。对方的目的，他也能猜个8、9不离10。他回复：“在。”柳如烟抿了抿嘴唇，眼中闪过一丝希冀，打字道：“我家食物不多了，想问问你有出门采购的打算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发送完，他的脸颊微微泛红，连耳根都热了起来。看着屏幕上的消息，陈浩南笑了，他回复了2个字：“没有。”点击发送，他脸上露出一抹难以捉摸的笑容。如果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劝他出去囤粮，那自己从钱志强那里白嫖来的10个电子智能手环和腿环，该给谁用呢？看到他的回复，正冻得把被子裹在身上的柳如烟莫名心安了一些。陈浩南都这么淡定，自己是不是也不用太着急？他不知道，陈浩南的空间里早已囤积了几10辈子都消耗不完的物资，根本无需出门。陈浩南刚关闭和柳如烟的聊天窗口，就发现业主群里又有人艾特他，点进去一看，果然又是刘大妈。为了保证小区道路畅通，现在需要部分业主带上工具，立刻下楼扫雪。下面我点到名的，马上行动。陈浩南拿起手机，毫不犹豫地回复：“外面雪这么大，现在扫根本是浪费时间，至少等雪停了再说。”刘大妈没料到自己的报复这么快就落了空，看到其他业主纷纷赞同陈浩南，他在群里气急败坏地咆哮：“你们怎么回事？什么都听陈浩南的？到底我是小区管理委员会的，还是……”接着他调转枪口对准陈浩南：“我让大家扫雪是为了所有人好，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陈浩南冷笑一声，才不会掉进他的道德绑架陷阱，直接在群里反问：“说起为大伙服务，您身为小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不是更应该以身作则，带头下去扫雪呢？”群里瞬间安静下来，似乎都在等着看刘大妈如何回应。陈浩南真是伶牙俐齿，刘大妈气得差点摔了手机。她本想利用集体利益施压，逼陈浩南就范，没想到反被对方将了一军，用他自己的身份把他架在火上烤。愤怒之下，他在群里厉声命令：“陈浩南，我以小区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命令你，现在立刻带工具下楼扫雪。”他再次搬出了小区管理委员会这块招牌。由于大雪初降，多数人仍以为灾情很快会结束，对这层身份尚存几分忌惮。毕竟日后生活难免要与居委会打交道。但此刻，许多人心中却在暗暗祈祷陈浩南继续怼他。陈浩南看着屏幕，忍不住乐了。这刘大妈怕不是脑子真的不清醒，估计平时作威作福惯了，还真把自己那个小区管理委员会的身份当成什么了不起的职位了。陈浩南不由得在心里把那些不敢吱声的业主鄙视了一遍。他嘲讽道：“你入戏还挺深，我怎么不知道小区管理委员会有这么大权力？”陈浩南，马上给我妈跪下认错，不然老子上去剁了你！熊天霸是刘大妈的儿子，平日里游手好闲，结交了不少社会上的混混，别人都害怕。陈浩南却丝毫不慌，他冷声回应：“你算个什么东西？有本事就上来试试！”陈浩南真是活腻了，我今天非上去弄死他不可！熊天霸狠狠将手机摔在床上。刘大妈虽然也想看陈浩南被狠狠教训一顿，但见儿子抄起了菜刀，还是吓得够呛，急忙劝阻道：“打一顿出出气就行了，你可别真动刀，那是要坐牢的。”知道了。熊天霸不耐烦地应了一声，砰的重重摔门而去。他一出门就被走廊里灌进来的寒风吹得猛一哆嗦。这时业主群里忽然有人发了条消息：“你们知道吗？我刚从猫眼看见熊天霸拎着菜刀进电梯了。”真的假的？这下陈浩南惨了，不会闹出人命吧？听说熊天霸在社会上混得挺开，下手黑着呢。看到消息的业主们都觉得陈浩南这次踢到铁板了，他不仅得罪了人家老妈，还把熊天霸骂得狗血淋头，挨顿打恐怕都是轻的，万一挨上2刀可就完了。陈浩南这下惹上大麻烦了，有他好受的。柳曼妮看到群消息，
忍不住开心的笑起来。一旁的闺蜜周小婷也跟着幸灾乐祸，仿佛已经看到陈浩南被揍得凄惨的模样。蜷缩在沙发上的柳如烟此时却满面愁容。陈浩南是这些邻居里她最熟悉的一个，看到别人说熊天霸拿着刀去找他麻烦，柳如烟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虽然她想做点什么，但自己只是个弱女子，连报警电话都打不通。至于劝陈浩南服软，群里早有不少看热闹的业主说过了。管家，调出熊天霸的监控。陈浩南淡淡吩咐道。经过天顿安保集团的改造，整栋楼都安装了隐蔽的针孔摄像头。监控显示，熊天霸目前位于20层电梯内，是时候让你出场了。陈浩南直接从随身空间里取出一把精致的弩，不紧不慢地装上一支箭。他打开防盗门顶部预留的射击孔，搬来凳子踩上去，居高临下的等待着。熊天霸刚出电梯，就杀气腾腾地提着菜刀冲到门前。陈浩南，给老子滚出来！他抬脚猛踹防盗门，却感觉像踹在铁疙瘩上，疼得龇牙咧嘴。这破门是铁做的，再看手里的菜刀，刃口都崩了一块。他不由愣在原地，真他娘疼！缩头乌龟只会躲在家里，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熊天霸气急败坏地骂着，一边骂一边举刀砍门。愤怒的他只顾砸门，丝毫没察觉自己已被一支弩箭悄然瞄准。陈浩南看着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将准星向下微调，对准了对方的裆部。上一世，当一群恶灵破门而入，用斧头砍他时，这个熊天霸就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没记错的话，刘大妈好像到现在还没抱上孙子吧？陈浩南低声冷笑道。一道细微的破空声响起，锋利的弩箭瞬间从熊天霸双腿间贯穿而过，带出一缕血丝。熊天霸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钻心的剧痛袭来，他额头上冷汗直冒，这才意识到自己惹上了一个绝不能惹的狠角色。看着地上滴落的鲜血，熊天霸魂都快吓飞了，生怕对方装好箭再给自己来一下。他强忍着胯下撕裂般的疼痛，连滚爬爬地冲回了电梯。陈浩南并未阻拦，业主群里又议论开了，怎么没动静了？还没打完？打什么呀？陈浩南肯定是单方面挨揍吧？我也觉得是。陈浩南身材是不错，可对方是混社会的，打架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众人纷纷猜测着陈浩南的悲惨下场。天霸这孩子就是孝顺，给我往死里打，留口气别弄死就行。刘大妈还在群里得意的念叨，妈，快救救我啊！就在刘大妈幻想着陈浩南如何求饶时，门外忽然传来激烈的拍门声和凄厉的呼喊，天霸该不会真把人杀了吧？刘大妈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瞬间发白，这叫声也太吓人了。她打开门，只见走廊里全是血迹，从电梯口一路滴到家门前。熊天霸瘫在门口，面无人色的哀嚎，快帮我止血！刘大妈这才反应过来，受伤的是自己儿子。她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屋里翻找止血药，最后还是熊天霸的老婆张丽丽听见动静，从客厅抽屉里翻出了医疗箱。熊天霸的裆部还在不断渗血，短短一会儿就流了一地，脸色苍白的吓人。尤其此刻室外是零下70度的极寒，熊天霸不仅冻得浑身发抖，伤口更是传来阵阵刺骨剧痛。弩箭的威力果然惊人，熊天霸的下身简直跟宫里出来的老太监没两样。妈，我下面怎么样了？伤得重不重？那畜生有弩，我是被他偷袭的。熊天霸哀嚎着，根本不敢低头看伤口。那个天杀的陈浩南，畜生啊！天霸，我的儿，你别吓妈啊！刘大妈急得直摇晃他。突发！我又看见熊天霸捂着肚子跑回家了，地上好多血，不可能吧？你确定那不是陈浩南的血？对啊，我猜是陈浩南被砍了，血溅到熊天霸身上了吧？什么？出人命了？真的假的？大伙儿都在猜测结果，但多数人都认为挨砍的是陈浩南。张丽丽面色复杂的关掉了群聊，换个男人吧。这个念头突然浮现在她脑海。她本来就和熊天霸没什么感情，不过是玩累了，找个有房的接盘侠罢了。张丽丽，你没在打什么歪主意吧？你可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我警告你别动其他心思。刘大妈瞪着她厉声道。张丽丽是熊天霸在 KTV 认识的陪酒女。妈，我只是担心天霸的伤，您误会我了。张丽丽挤出一个笑容辩解道。见她服软，刘大妈这才没再追究，转而想起罪魁祸首陈浩南，立刻在群里破口大骂：陈浩南，你有没有良心？天霸只是想给你个小教训，你居然下这种毒手，你还是人吗？陈浩南真的反过来把熊天霸这个混混给收拾了。住在隔壁的柳如烟对这个消息毫不意外，她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长长舒了一口气。熊天霸那声惨叫，他听得清清楚楚，叫得跟死了亲妈似的。虽然不知道陈浩南是怎么做到的，但柳如烟心里莫名涌起一股安全感。陈浩南真厉害啊！她不由得轻叹，忍不住又将丈夫张建业和陈浩南比较，发现根本没法比。什么？熊天霸居然被砍出血了？他不是混社会的吗？怎么这么没用？周小婷看着群消息，失望地说道。柳曼妮也叹了口气，她连假装安慰陈浩南，收获对方感激的戏码都准备好了，没想到结果和他们预想的完全相反。他们多希望受伤的是陈浩南啊！时间又过去2天，陈浩南躺在安全屋里，舒舒服服地享受了几日宁静。他穿着真丝睡衣，本想远眺放松心情，却看见楼下道路上有几个业主正拿着铁锹奋力清理积雪。那几人不知铲了多久，才勉强清出一小块地面，白费力气。陈浩南摇摇头，无语地评价道：“他懒得再看，转身回到屋内，惬意地看起电影。”
但隔壁的柳如烟却因为食物耗尽而犯了难，真的一点都不剩了。她翻遍橱柜抽屉，漂亮的脸上写满震惊。那本该是她昨晚的晚餐，但柳如烟想着吃完家里就彻底没粮了，便忍着饿没吃，只让张建业自己煮了点东西。这些天她一直省吃俭用，可张建业完全不管这些，家里2/3的存粮都被他吃光了。柳如烟早上饿得实在受不了，想煮点面填肚子，可找遍厨房也没找到昨天剩下的面条。最后她在垃圾桶里发现了空荡荡的挂面包装袋，水槽里还有张建业吃完没洗、冻着厚厚冰渣的碗。正常人哪干得出这种事？张建业，柳如烟怒气冲冲地推开他的房门，将空包装袋摔在地上。家里现在1粒米都没有了。面对柳如烟的怒火，正在玩单机游戏的张建业却毫不在意。你吼什么吼？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他头也不抬，不耐烦地敲着键盘。屏幕里，游戏角色正激烈战斗，技能特效四处飞溅。张建业甚至没正眼瞧他一下，注意力全在游戏上。柳如烟静静站在原地，身体微微发抖。他真的失望透顶。以他柳如烟的出众容貌和傲人身材，走到哪里不是男人们关注的焦点？他气得咬牙道：“现在大家都被雪灾困着，食物有钱都没地方买。”听见这话，张建业回过头，用一种下流的眼神打量着他。那你就吃点亏，去把他家的食物全骗过来，一点别留。到时候我让陈浩南反过来跪着求我给他吃的。上次在夜市受的羞辱，他一直怀恨在心，正好拿自己老婆当诱饵，骗光陈浩南的食物，一举搞垮他。面对丈夫这番离谱言论，柳如烟气得浑身发颤。张建业，你是不是疯了？好啊！柳如烟气急反笑。就算张建业失业后一直不找工作，家里所有开销和家务都靠他一人承担，他也从没多说什么。可现在他竟然像对待货物一样，轻描淡写的要把他往别的男人那里推，这对柳如烟来说，无疑是在狠狠践踏他的道德底线。要不是他那方面早就不行了，柳如烟甚至怀疑他有某种特殊癖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行，我同意。柳如烟关上门，静静靠在门边低声自语。她裹紧身上的衣服，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陈浩南家的门。陈浩南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去，发现那些铲雪的业主已经离开了。他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意识沉入随身空间。随着他大手一挥，一份滋滋冒油、金黄诱人的烤羊排便出现在餐桌上。为了打发时间，陈浩南让管家打开了官方电视频道，业主群又有了新动静。陈浩南点进去一看，发现是消停了几天的刘大妈又开始喋喋不休。看见电视台怎么说的了吗？这场雪灾总会过去的。我还要告诫大家，咱们应该像一家人一样团结，绝不能做伤害邻居的事。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跳梁小丑，陈浩南冷笑着评价。这时，管家忽然发出提醒，并调出了监控画面。画面中，柳如烟正裹着厚羽绒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陈浩南家的防盗门堪比银行金库，厚重无比，隔音效果极佳。柳如烟敲了半天，她压根没听见。终于来了吗？陈浩南微微一怔，随即嘴角扬起一抹弧度。上一世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柳如烟受她丈夫指使来找自己借食物。门外，陈浩南不会还在睡觉吧？怎么敲了半天都没反应？柳如烟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就在她几乎要放弃时，门后忽然传来陈浩南的声音：“柳如烟，你在我家门口做什么？”陈浩南淡淡问道。听到回应，柳如烟心中一喜。陈浩南，能不能先让我进去？走廊里太冷了。进来可以，但我有个条件。陈浩南说着，打开门上的一个小窗口，递出一只电子手环和一只腿环。你也知道前2天熊天霸那事，我不得不防。即便是柳如烟这样看似毫无威胁的人妻，陈浩南也绝不会轻易开门放人进来。当然，也正因为柳如烟是他非常熟悉的邻居，几乎没什么威胁，加之容貌身材都是顶尖，他才愿意考虑。换做别人，他根本不会理会。要我戴上这个？柳如烟接过造型科幻的手环，一时有些犹豫。戴上这个，不就等于宣告自己属于陈浩南了吗？又是一阵寒风袭来，冻得柳如烟几乎失去思考能力。想到这儿，她不再犹豫，迅速将电子手环和腿环佩戴好。一阵微弱的电流划过身体，柳如烟娇躯轻颤。这是管家在检测设备是否正常。准备妥当后，陈浩南开始解除门内的3道安全锁。进来吧。他靠在门框边，淡淡道。柳如烟站在门口，望着屋内天堂般的景象，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美眸。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能住在这里该多好啊！等等，陈浩南伸出手，淡淡拦在他身前。这举动让急切想进屋的柳如烟慌了神。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他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只希望陈浩南念在往日邻居情分上，能让他进去暖和一会儿。就算他再提些不那么过分的要求，他也决定咬牙答应了。一股冷风灌入，呛得陈浩南呼吸一滞。他后退几步，回到温暖的客厅，看着走廊里冻得发抖的柳如烟，不紧不慢道：“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对你进行专门的搜身检查。这个条件放在平时，柳如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不同意就请回，我的时间很宝贵。”陈浩南冷声道。站在寒风中的柳如烟咬了咬嘴唇，低声道：“好，我同意，很好，我就喜欢听话的。”陈浩南满意的点点头，得救了。柳如烟呆呆站在客厅里，感受着久违的温暖，把外套脱了。陈浩南抱着胳膊，淡淡吩咐。柳如烟强忍羞意，一双玉手缓缓拉开厚重的羽绒服拉链。不错，身材很好。陈浩南毫不吝啬的夸赞，更让这位人妻小姐面红耳赤。接下来便是搜
搜身。陈浩南缓缓走向柳如烟，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他的心尖上。柳如烟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几分钟后，陈浩南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很好，你通过检查了。”实际上，在柳如烟踏入房间的瞬间，门框内置的扫描仪就已对他完成了全身安检。搜身不过是个借口罢了，或者说是一张门票。柳如烟脸颊绯红，扶着沙发才勉强站稳。说说吧，你来找我有什么事？陈浩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淡定地坐回沙发。柳如烟咬着嘴唇，美眸含怨地看向他：“我想来借点食物。”柳如烟太太，你应该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食物的珍贵性，不用我多说了吧？陈浩南咀嚼着美味的烤肉，含糊说道：“我知道。”柳如烟咬牙道：“我可以花钱买，不会白拿你的钱。”陈浩南像听到什么笑话：“你知道我这间庇护所装修花了多少吗？3个亿！”他报出一个令他震惊的数字。你觉得我现在缺的是钱吗？那你想要什么？柳如烟咬着樱唇，心里没了主意。你说呢？陈浩南站起身，凑近他白皙的耳垂，轻声低语：“当然是你啊，柳如烟太太。”如此直白的话，让柳如烟娇躯剧颤。不行，她吓得花容失色。不可以的。柳如烟下意识想逃，陈浩南却老神在在地倚着沙发靠背，脸上带着淡然的笑意。怎么想回家？张建业那种废物，真是可笑。柳如烟太太，你也太软弱了。这话像一把尖刀，狠狠刺进柳如烟心里，瞬间勾起她对张建业种种行为的回忆，以及被他当作交易品的恶心感。我才不软弱。柳如烟动作一顿，攥紧拳头，内心陷入挣扎。张建业都让他做这种混账事了，他为什么还要顾及他的感受？难道真像陈浩南说的，是因为自己不敢反抗吗？陈浩南嘴角微扬，知道对方离妥协已经不远了。你也不想继续挨饿受冻吧？他发出了最后的灵魂拷问。1个小时后，柳如烟浑身无力地瘫在沙发上，喃喃自语道：“我老公他在哪儿呢？”陈浩南将末世降临的实情以及自己提前囤积的大量物资都告诉了他。柳如烟这才明白，这场雪灾不知要持续多少年。为了今后的生存，他绝不会做出任何伤害陈浩南的事。毕竟在这末世之中，有能力护他周全的唯有陈浩南一人。我饿了。柳如烟拖着酸软的身子挪到陈浩南身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看我的。”陈浩南说着，便要从随身空间里取出热食给他补充体力。柳如烟却轻轻摇头拒绝了。他走到沙发边，低头拿起刀叉，吃起了陈浩南剩下的烤羊排。陈浩南颇有兴致地看着他。这时，茶几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大概又是业主群里有了新动静。停电了，你们家呢？我家也没电，水也停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居然停水停电，要冻死人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停电了吗？柳如烟嚼着羊肉，轻声问道。望着温暖舒适的安全屋以及身边的陈浩南，柳如烟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她不禁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这决定实在太正确了。这大雪到底什么时候才停啊？冻死了！呜呜呜！以后怎么办？难道真要啃雪充饥吗？刘大妈同样惊慌失措，焦虑万分。作为小区管理委员会的一员，她获取信息的渠道比普通业主多，也能接触到一些内部消息。不久前，小区管理委员会的群聊就炸开了锅，末世真的来了。刘大妈看着群里的消息，整个人都吓呆了。妈，怎么了？你脸色这么难看？张丽丽看着发愣的刘大妈问道。刘大妈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两人，她还要求他们学其他委员会成员那样，想办法哄骗收集物资，尽量让自家囤积更多东西，这样不会犯法吗？张丽丽吞吞吐吐地问。她有些难以接受刘大妈透露的惊人内幕，人都活不下去了，还管这些？刘大妈恨铁不成钢地说道。尤其她儿子熊天霸还是个伤员。妈，我支持你。熊天霸脸上闪过一丝狠厉。各位业主请放心，停水停电只是暂时的。最新通知要求我们小区管理委员会在这非常时期将所有物资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委员会的工作。陈浩南启动了早已备好的大功率静音发电机，燃料储备十分充足。主人，你的准备真周全啊！柳如烟一脸崇拜地说道。那当然，陈浩南淡然回应。可你怎么都没告诉我？柳如烟悄悄瞥了他一眼，小声问道。对他而言，现在已经很满足了，至少陈浩南比张建业那个废物强了不止1星半点。回到客厅，陈浩南坐在沙发上，又拿出手机，点开了业主群。不少业主心里都憋着气，但因为眼下局势不稳，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也怕刘大妈给自己扣帽子，事后被追究责任。陈浩南冷笑一声，也懒得揭穿他。其他人该怎么熬下去呢？柳如烟蜷在沙发上，抱着2条丰富的黑丝美腿，叹息道：要是自己没有跟着陈浩南，现在恐怕也和其他住户一样，躲在家里绝望又害怕吧。外面这么冷，官方怎么供电呢？靠核电站。陈浩南翘起2郎腿，仿佛在回忆什么。大部分电力设施瘫痪后，仅存的核电站会在每天早晚各供电半小时。怎么心里慌得厉害？张建业坐在电脑前，烦躁地抓着头皮道：因为停电，电脑开不了机，他连游戏都打不成了。柳如烟怎么还没回来？张建业想来想去，决定去对门看看。柳如烟不带着食物回来，他今晚就得一直饿肚子。这鬼天气，冻死人了。他裹紧厚厚的羽绒服，这些保暖的冬衣还都是柳如烟之前买的，如今派上了大用场。咚咚咚！张建业竖着衣领，站在陈浩南家门口敲门。他家装修居然连门都
换了。张建业嘀咕道，喊了几声，屋里没反应，实在冷得受不了的张建业只好暂时又跑回自己家。他心里忍不住冒起一团火，妈的，柳如烟这个贱人，借个食物把人借没了。张建业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就柳如烟那模样，谁看了能把持得住？得打个视频确认一下。张建业焦躁地守在屏幕前，从未觉得等待接听的时间如此漫长。过了半分钟，那边终于出现了画面，陈浩南一把搂住柳如烟的细腰，对着她的樱桃小嘴就狠狠亲了下去。张建业被怒火冲昏了头，抄起一张凳子就疯狂砸门。可怜虫！陈浩南从监控里看着对方扭曲的面孔，不由怜悯道。柳如烟只瞥了一眼监控里的丑态，便咬住嘴唇不再看了。他冷笑一声。张建业砸了一会儿，便回家了。主人，监控显示他进入了1818号住户家。屏幕上，管家播放了2段监控录像。陈浩南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被雾霾笼罩的漆黑夜空，不知在想些什么。奇怪，张建业去18楼做什么？柳如烟好奇地看着客厅中央的屏幕问道。还能做什么？当然是找有本事的人替他报仇。陈浩南淡淡说道。1818的住户。柳如烟俏脸上浮现一丝担忧。他记得1818号住着一个叫雷震虎的男人，手下养着10几个打手。这个时间点，张建业去找他，那肯定是为了自己的事吧？陈浩南，万一雷震虎找上门来，我们怎么办啊？柳如烟捂着胸口，担心地说道。雷震虎可是有手段有人脉的角色，不是熊天霸那种街头混混能比的。怕什么？有我在。陈浩南毫不在意地说道。要是雷震虎不知死活，敢打他的主意，熊天霸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他混得再厉害，还能挡得住弩箭和子弹吗？第二天，手机显示收到了新的私聊消息，发信人正是住在1818房间的雷震虎。陈浩南，你很拽啊！10分钟内把人交出来，再分1半食物给我，我可以当没事发生。要是不照做，小心我弄死你！或许是嚣张惯了，雷震虎做事向来肆无忌惮，换成一般普通人，被雷震虎这样的大佬威胁，早就吓得跪地求饶了。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陈浩南一脸平静，打字发送一气呵成。骂完后，陈浩南只觉得浑身舒畅。另一边，雷震虎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这么骂自己。陈浩南，我看你是活腻了，给老子等着！雷震虎暴怒不已，甚至动了杀心。他本来只想把张建业的老婆弄到手，再抢走陈浩南家的食物就算了，没想到对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陈浩南直接回骂：去你的，滚一边玩泥巴去！说完，陈浩南就直接拉黑了他。管家，调出18楼的监控。陈浩南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吩咐道。果然，1818的房门很快就被推开了。雷震虎裹着厚实的大衣，拎着一把铁锤，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他没选其他工具，大概以为光靠手里的铁锤就能砸开陈浩南家的防盗门。雷震虎使劲按了几下电梯，竟毫无反应，气得一锤子砸在电梯门上。还好感应灯有备用电源，不至于摸黑走楼梯。雷震虎拎着铁锤，呼哧呼哧地爬起了楼梯。躲在家里的张建业被不情愿地叫了出来，提着锤头去砸陈浩南家的门。张建业因为被戴了绿帽，抡起锤头格外卖力，仿佛砸的不是防盗门，而是陈浩南本人。咚！巨大的反震力传来，震得张建业虎口发麻。雷震虎见门纹丝不动，气得破口大骂：我没力气了！张建业哭丧着脸说道。雷震虎气得一巴掌扇在他后脑勺上，一把夺过锤子。雷震虎眼神发狠，抡起锤子使出浑身力气朝门砸去，力道比张建业大了不止一点。可惜防盗门依然完好无损，雷震虎却被震得虎口差点裂开，颤抖着剧痛的双手，半天缓不过劲来，疼死了！雷震虎气得不行，这门简直硬得离谱。陈浩南，别像只缩头乌龟躲里面，有本事给老子出来，我弄死你！陈浩南，你个孙子，给爷爷滚出来！雷震虎又举起锤头，一边砸门一边破口大骂。在他的带动下，张建业也恶狠狠地骂了起来：陈浩南，你没中开门啊，快开门！骂得正欢的两人没有察觉，一根弩箭早已悄悄瞄准了他们，直接爆头。陈浩南踩着凳子，剑锋从暗处伸出，在雷震虎身上来回瞄准。陈浩南嘴角一勾，直接弄死太便宜他了，也没什么意思。弩箭悄悄下移，对准了骂得正起劲的雷震虎的大腿，轻微的破空声后，响起了雷震虎撕心裂肺的惨叫。雷震虎低头一看，大腿已被一根锋利的箭矢贯穿。一旁的张建业见势不妙，惊恐万状地丢下受伤的雷震虎，冲到自家门口开门躲了进去。这种情况下，他甚至能预料到雷震虎受了这么重的伤，肯定活不了几天了。雷震虎痛不欲生，这时他才意识到张建业骗了自己，这哪是什么手无寸铁的愣头青，分明是个心狠手辣的狠角色。雷震虎只能咬紧牙关，靠着楼梯扶手，用剩下的一条腿一层一层往下挪。他拖着血流不止的大腿，扶着墙一瘸一拐，终于挪回了自己家。但这并没让他感到庆幸，因为雷震虎很清楚，再这样下去，大腿的伤得不到救治，恐怕今晚这条腿就得废了。雷震虎终于怕了，惊恐万分的他拿起手机就想叫救护车。不过还好，雷震虎身为大佬，手下好歹养着一群忠心的小弟，小弟们都住在他附近，都给老子过来！尤其是医生，带上手术工具。雷震虎在群里发起通话，恶狠狠地对小弟们下令：快点，老子的腿要废了！听说虎哥的腿被废了，都给我动作快点！据说那小子叫陈浩南是吧？待会儿非得狠狠收拾他。他们闹出的动静太大，有些住户甚至把家具挪过来堵在了门后。仔细听了一会儿，
大家才搞明白，原来是陈浩南把18楼的雷震湖腿给废了，对方这才半夜摇人要报复他。走廊里黑压压的全是人，好吓人！听见了，他们好像说要弄死陈浩南。我去，陈浩南也太狠了！前2天刚揍了熊天霸，没过2天又把雷震虎的腿给废了。群里瞬间消息刷屏，妈，快看群里，陈浩南那个傻逼要完蛋了，居然敢惹雷震虎！熊天霸拿着手机狂笑，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一丝红晕。这2天他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中煎熬，心里对陈浩南恨之入骨。此刻见对方惹上了大佬，激动的恨不得从床上跳起来。陈浩南，你死定了！陈浩南那个狗东西，以前怎么没看出来这么狠，连雷震虎都敢惹？刘大妈显然也知道雷震虎的厉害。糟了，陈浩南怕是要完蛋。柳曼妮看着群里的消息，着急的说道：“她倒不是担心陈浩南的安全，而是怕那些从超市买来的食物被雷震虎那帮恶棍抢走。”在柳曼妮眼里，陈浩南家的食物本来就该是他的。我早说你别装什么高冷，这下到手的食物全没了。周小婷埋怨道，责怪的语气让柳曼妮心里一阵不爽。装饰成粉色的房间里，林梦琪穿着昂贵的温暖羊毛衫，缩在床头看着群消息。她就是国民人气女明星林梦琪，颜值身材顶尖，嗓音甜美动听。这个陈浩南好像挺厉害的，他不会出事吧？他不久前才在这里买了房，可群里聊陈浩南的次数太多，他也就把这个名字记熟了。好多人啊！虎哥，我这就帮你把剑拔出来，快点，直接拔！老子腿都冻得没知觉了。雷震虎破口大骂道，小弟们根本不敢看，全都转过身去。雷震虎更是痛得死去活来，差点晕过去。他痛得青筋暴起，大口喘着粗气，对用弩箭射他的陈浩南恨到了骨子里。老子一定要宰了你！雷震虎充满杀意的怒吼道。不光是陈浩南，连骗他的张建业，他也一并恨上了。但这仇必须报，不弄死他，我雷震虎的威名岂不是成了笑话？雷震虎狠声说道。房间里的小弟们立刻拍着胸脯保证：虎哥，陈浩南住哪层？我们现在就去弄死他。雷震虎满意的点头道：就在顶楼，小心点，你们多带2把铁锤，轮流砸门。一群人气势汹汹的拿着砍刀、铁锤朝23层涌了上去。雷震虎裹着厚毯子坐在沙发上，翘着一条伤腿，心里畅快极了。柳如烟漂亮的脸蛋上写满了惊慌。陈浩南怎么办呀？陈浩南，我们要不要逃？柳如烟平时性格温和，几乎没跟人起过冲突。逃？往哪儿逃？陈浩南淡淡说道。他不着急，可柳如烟急坏了。陈浩南那可是10几个人啊，万一门被砸开……柳如烟欲言又止，脸上血色全无。她简直不敢想象门被砸开后2人会遭到怎样的折磨。柳如烟不由紧紧抓住他的胳膊，玉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看着对方这副紧张的模样，陈浩南觉得有些好笑。他忽然生出一丝捉弄他的念头，万一门被砸开，你什么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不要！柳如烟吓得泪如雨下。陈浩南，要不我们殉情吧？柳如烟仿佛下了很大决心说道。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自己的心就像脖子上戴的电子项圈一样，早已深深烙上了属于陈浩南的印记。放心，这门用炸药都炸不开。柳如烟看着陈浩南脸上淡淡的笑容，顿时反应过来，这间安全屋可是他花了3个亿请安保公司打造的。快开门！识相点爷爷们，给你留个全尸。废什么话？必须给虎哥报仇！今晚就宰了他！陈浩南不慌不忙地从空间里取出高压水枪，将喷口对准了毫不知情的小弟们。极寒的低温让水瞬间结成了冰，好冷啊！救命！别教了，快跑！小弟们惨叫着，争先恐后地逃离了陈浩南家门口。看着他们跑得没影了，陈浩南这才把高压水枪收回空间。雷震虎本来正得意地等着好消息，不想好消息没等到，却等来一群哀嚎着冲进屋里的小弟们。雷震虎被这一幕气得脑门充血，怒道：怎么一个个搞成这样？陈浩南呢？小弟们哆哆嗦嗦地解释道：虎哥，陈浩南那小子太邪门了，他居然在门上开了小孔，拿高压水枪滋我们。听到这话，雷震虎脸色顿时难看起来。陈浩南家的门有多坚固，他是亲身体验过的，可没想到10几个人都拿他没办法。看来硬砸是行不通了，既然砸不开，那咱们就在外面等他。雷震虎冷笑道：我煮了点鸡蛋和肉粥，洗漱完了吃吧。柳如烟推开卧室门，笑盈盈地说道：知道了。陈浩南淡淡应道。简单用热水洗漱后，陈浩南坐在餐厅里，享用着自己熬的热粥。柳如烟没有一起吃，而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托着白皙的下巴，笑盈盈地看着他。业主群里又冒出了新消息，昨晚的事早已在业主间传开，但因为雷震虎也在群里，大家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小区管理委员会接到官方最新通知，雪灾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为了让大家共度难关，我们将收集每户人家的食物，集中统一分配管理。刘大妈接连发了好几段文字，或许是得知雷震虎一行人被浇了冷水，可能正躲在屋里生病发烧的消息。趁着这个空当，刘大妈开始了恐吓和欺骗，套路简直一模一样。陈浩南看着群消息，不由冷笑道：想必是小区管理委员会有什么内幕消息，让他提前知道了些情况。果然，有些业主见刘老太婆动真格，也被逼急了，直接发言怼起了他。住在13楼的刘风华，因为自家开着超市，如果要上交物资，他家肯定是首要目标。他的发言引来部分业主赞同。就是啊，哪还有多余的东西上交？刘老太婆恶狠狠地打字发送：我把话说明白了，这不是我们委员会私自的行为，现在不少家庭都吃不上饭了。
没有委员会统一分配食物，他们撑不了几天。顿时，群里两拨意见不同的人吵成了一团。陈浩南，刘老太婆是在撒谎吧？柳如烟也看到了群里的消息，不过因为陈浩南早已告诉过她不少情况，柳如烟稍加思考，就发现了刘老太婆话里的漏洞。区一个小区管理委员会，怎么可能有权对所有业主的物资进行统一收集分配？陈浩南冷笑一声，一个小小的委员会身份，硬是被他玩出了花样。陈浩南本来只想看看热闹，却不想刘老太婆竟给他发来了私信。在大众舆论的压力下，刘风华一行人不敢再冒头，只得同意上交食物。刘老太婆很得意，又想起陈浩南家里囤了不少吃的，便想故技重施，仗着其他业主的支持，直接找他私聊。陈浩南，现在大妈我可是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刘老太婆语气痛快地说道。她以为陈浩南会像刘风华一样，被其他业主的舆论骂声吓倒。陈浩南不屑一笑，打字回复：关我屁事！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袋泡面。雷震虎带一群小弟找上门，他都不怕，难道还会被一群刁民几句话吓到？你别太嚣张！刘老太婆咬牙切齿地打字道：“老太婆有本事你来跟我要啊！”看着聊天框里的这句话，刘老太婆气得浑身发抖。自己儿子和雷震虎一行人的惨剧，她这把老骨头可不想亲自体验。刘老太婆决定在群里公布陈浩南的发言，不想她刚要点发送，就看到了陈浩南新发来的消息。怎么，决定末世来了？急了！刘老太婆猛地冒出一身冷汗，她身体微微颤抖，手机都快拿不稳了。这可是小区管理委员会的内部消息，陈浩南到底是怎么知道的？管理群里的成员都是老熟人，不可能泄密啊！思来想去，刘老太婆还是把针对陈浩南的文字全删掉了。陈浩南，算你走运！刘老太婆气得牙痒痒，却也只能忍气吞声。接下来，刘老太婆没敢再招惹陈浩南，而是跑回群里说什么等雪灾结束后会给大家发锦旗表示感谢，这让刘风华等业主心里宽慰了不少。可笑！陈浩南冷笑道。2天后，在刘老太婆持续的威胁与恐吓下，果然有不少业主乖乖交出了食物，整个过程都被陈浩南通过遍布走廊的监控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监听到熊天霸和刘老太婆在林梦琪上门后，偷偷商量着如何找机会把这位大明星骗到家里。熊天霸虽然失去了男人的底气，却仍想用别的方式品尝这位高不可攀的女明星的滋味。刘老太婆也乐得给自己儿子找个大明星当儿媳。陈浩南不屑地冷哼一声，他对林梦琪的智商感到鄙夷，不过他自己该干嘛还是干嘛，打游戏，看看电影，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或者和柳如烟一起学习新知识。几天过去，业主群里的气氛忽然不对劲起来，不少被刘老太婆骗走食物的住户等了许久都不见物资分配，终于按捺不住了。刘老太婆从头到尾没有露面，也一言不发，仿佛人间蒸发。很快，大家反应过来，刘老太婆就是个骗子，自己上了她的当。业主群里顿时炸开了锅。刘老太婆根本没打算分食物，她就是想把东西独吞，怎么会这样？出来给个说法！刘老太婆，大家是信任你才上交食物的，你躲家里装死！很快，群里充满了不堪入耳的脏话，大部分都在问候刘老太婆的家人。可惜，对于早有准备且脸皮极厚的刘老太婆来说，这点辱骂不过是毛毛雨。柳曼妮家中室内温度太低，柳曼妮和周小婷只能裹着厚被子缩在沙发上发抖。看着群里的消息，周小婷庆幸道：“曼妮，还好你聪明，没信刘老太婆的鬼话，不然我们的食物也打水漂了。”之前刘老太婆上门收食物时，柳曼妮拉着周小婷一起装死，根本没搭理对方。看到群里许多被骗的业主哀嚎，周小婷不由佩服起自己的闺蜜。不过，即便没上当，柳曼妮家里的食物也快见底了，别高兴太早。柳曼妮紧紧裹着被子，因饥饿而消瘦的脸上露出苦涩。听到这话，周小婷也沉默了。周小婷叹气道：“曼妮，我这里还有半袋。”柳曼妮痛苦地捂住脸：“我不想再吃这些垃圾食品了。”周小婷恐惧地瞪大眼睛：“曼妮，我们现在的处境太糟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真会饿死在家里的。”柳曼妮愣住了，呆呆地望向窗外。周小婷语气消极地问：“曼妮，你说这场雪灾到底会持续多久？会结束吗？”柳曼妮不知如何回答，或者说她根本不敢去想答案。周小婷的肚子又叫了起来，她不甘心地说：“曼妮，要不我们去找其他男人要点食物吧？凭你我的姿色，换点吃的肯定不难。”柳曼妮摇头叹息：“没用的，那些业主被刘老太婆骗过一次，现在对食物敏感得很，就算你想公平交易，人家也未必愿意。”周小婷苦思冥想，忽然道：“对了，曼妮，你怎么把陈浩南那个舔狗给忘了？”不行，柳曼妮想也不想就拒绝，咬牙道：“上次你也看见了，他故意发照片诱惑我，又不给我吃的。”当时气坏了的柳曼妮还跟周小婷说必须冷落陈浩南一阵子，迟早让他哭着回来求自己。唉，周小婷忍不住抱怨：“我们都快饿死了。”她苦口婆心的劝说。柳曼妮明显心动了，拿起手机道：“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加油！”周小婷给她打气。柳曼妮按住语音键，发送了一条娇滴滴的消息：“哎呀，陈浩南哥哥，你怎么也不主动来找人家呀？”不得不说，
作为一名资深海后，柳曼妮在勾引男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时，陈浩南正躺在柳如烟封底的大腿上，享受着她的投喂。一听到那娇嗲的夹子音，他顿时有种想狠狠教训对方的冲动。柳如烟有些吃醋地问陈浩南：“这女的是谁啊？”陈浩南毫不在意地回答：“一个绿茶罢了。”他也不知道柳曼妮又想搞什么鬼。他回复道：“这2天在忙。”柳曼妮好奇地问：“哦，是吗？”陈浩南慢悠悠地发去一句：“没什么，就是在忙着品尝各国美食而已。”看到这句话，柳曼妮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她一脸不信地嘀咕：“骗鬼呢！”她觉得陈浩南肯定在吹牛，他和周小婷连饭都吃不饱，快饿死了，哪敢奢望什么异国大餐？柳曼妮又发去一条娇滴滴的语音：“哎呀，陈浩南哥哥，你就别逗我开心了。现在哪怕是一桶普通的泡面，对柳曼妮和周小婷来说都是难得的美味。”见对方不信，陈浩南拍下餐桌上的佳肴发了过去。看到手机上的图片，柳曼妮震惊地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她摇着头，连连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周小婷也倒吸一口冷气，坚决否认道：“假的，肯定是他以前存的图片。”柳曼妮把图片放大，忽然道：“不对，你看后面那个冰箱，里面全是食物。陈浩南到底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别的不说，光是那壁炉的取暖效果，柳曼妮可是深有体会。她嫉妒的眼里冒火，咬牙切齿道：“我要住进去。”这段时间，她和周小婷每天冻得像狗一样，连桌椅板凳都拆了取暖。那短暂的火苗带来的温暖，让柳曼妮至今回味无穷。陈浩南装作不知情地问：“你们是不是在减肥？都瘦了不少。”对柳曼妮2人来说，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炫富。周小婷盯着图片，脑袋恨不得钻进屏幕，口水直流。柳曼妮终于忍不住，直接拨通了视频通话：“陈浩南哥哥，我肚子也饿了，这次就给你一个请我吃饭的机会吧。还有我，还有我！”周小婷急忙嚷嚷，生怕被落下。陈浩南心里琢磨，要不要把他们弄过来？虽然他现在根本看不上对方，柳曼妮和周小婷也是公交车，但自己上一世毕竟舔了他那么久，算了，万一染病就不好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现在他身边有柳如烟这样的极品，素颜就能打9分，而对面的柳曼妮和周小婷化了妆顶多7分，更别说稍逊一筹的周小婷，简直没眼看。况且前几天陈浩南还从监控里看到柳曼妮独自敲开几家住户的门，想进行某种交易。他干脆的回复：“不需要。”柳曼妮瞪大眼睛，震惊道：“你竟然拒绝？陈浩南，你是认真的吗？”陈浩南无语道：“你配吗？”说完，一把将旁边的柳如烟拽进怀里。柳如烟此时穿着一件不算暴露的连衣裙，顺势倒在他身上，他俏脸微红，羞涩地趴在他肩头。陈浩南搂着柳如烟的纤腰，满意地说：“我一点都不孤单，有人陪呢。”他似乎有意炫耀，把柳如烟调转方向，让她缩在自己怀中，正对手机摄像头。柳曼妮顿时急了，她咬牙切齿地命令道：“陈浩南，他是谁？你怎么能让别人进你家？”这话让陈浩南很不爽，他冷声道：“我想让谁进来，关你屁事！”柳曼妮愣住了，她难以置信的道：“陈浩南，你居然骂我！”怪不得之前陈浩南对她的态度突然冷淡了。想到这里，柳曼妮气得咬牙切齿，她打量了柳如烟一番，悲哀地发现自己的魅力确实不如对方。无论是柳如烟娇媚的脸蛋，还是那顶级女神般的身材，柳曼妮挤出几滴眼泪，泪水汪汪地说：“陈浩南，你不要被那个狐狸精骗了，以前他就靠这招装可怜骗过不少男人。”陈浩南疑惑地反问：“哈？”他啧啧道：“柳曼妮，你不会以为我以前喜欢你吧？你可能误会了，别自作多情。”柳曼妮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这对他这位茶艺大师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陈浩南不屑地撇嘴：“管你信不信，你不会以为自己那点破事我不知道吧？”说完，他没给对方反应的机会，直接挂断了视频。这通臭骂彻底暴露了柳曼妮绿茶的本质，直戳她的痛处。虽然柳曼妮又当又立，玩弄过不少男人的感情，但这次她的自信心遭到了严重打击，让他深深怀疑自己的魅力。陈浩南哈哈一笑，把手机丢到一旁。被羞辱一顿的柳曼妮差点气死，她掀开毯子，抓起一个花瓶狠狠摔在地上。陈浩南，你竟敢这么骂我！一旁的周小婷吓了一跳，连忙按住还想砸东西发泄的柳曼妮。曼妮，你冷静点。柳曼妮咬牙切齿，脸都气紫了。你让我怎么冷静？陈浩南居然骂她是公交车，好在气温很低，柳曼妮没砸几件东西就冻得受不了，哆嗦着重新披上毛毯。她越想越气，决定报复陈浩南。冷静下来后，柳曼妮想起陈浩南身边的女人是谁了，是对门的邻居太太柳如烟，对方可是有夫之妇。她冷冷地想，陈浩南，你没想到吧？我刚才截图了。很快，他编辑了一段文字，配上柳如烟娇羞躺在陈浩南怀里的截图，发到了业主群里。群里顿时炸了。柳如烟，这不是23层张建业的老婆吗？怎么跟陈浩南搞在一起了？陈浩南真是坏事做尽。张建业被业主们疯狂艾特，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出来发言道：“是陈浩南强行拘禁了我老婆。”这番胡说八道，直接把陈浩南推到了风口浪尖。柳曼妮曝光的事，正好成了业主们发泄的渠道。陈浩南看着老实巴交，居然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可怜的柳如烟太太肯定受到了非人虐待，希望人没事。看着群情激愤的住户，躲在手机后的柳曼妮忍不住畅快大笑。陈浩南，你活该，让你骂我公交车，这下你名声也臭了吧？业主们越说越离谱，都在讨论柳如烟是被陈浩南强行绑架的。客厅里，穿着清凉短裙的柳如烟直接为陈浩南辩解，
他这一解释，业主们连他一起骂，柳如烟顿时被骂哭了。见他不再说话，业主们骂得更起劲了，骂了半天，陈浩南也没露面。他们觉得陈浩南是怕了，毕竟他们人多势众，于是骂得更凶，更得寸进尺。之前让雷震虎吃亏也没什么了不起嘛，说不定他那群小弟都是软脚虾，没传闻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团结，雷震虎肯定不敢惹我们。业主们得意地想，甚至连以往躲着走的雷震虎，他们都看清了几分。客厅内，陈浩南不慌不忙地搂过哭得梨花带雨的柳如烟，好笑地捏了捏她满是泪水的脸蛋。至于吗？被骂两句就哭，受不了就别看。柳如烟呜咽着，脸蛋哭成了小花猫。没人知道，如果陈浩南没有收留她，柳如烟的下场就是被张建业逼得跳楼身亡。陈浩南不紧不慢地问管家：“东西准备好了吗？”主人：“准备好了，很好，是时候反击了。”陈浩南冷哼一声，管家去收集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很快，陈浩南发出一连串猛料，让激愤的业主们瞬间安静。这些视频和照片基本都是管家入侵对方手机找到的，因为整栋楼都在陈浩南的监控之下。业主们平时做了什么，他一清二楚，估计是自己做过亏心事。这些业主在看到柳曼妮发的消息时骂得格外难听，却不想报应来得这么快。一场闹剧很快平息了，业主们只当吃了口瓜，但挑起事端的柳曼妮却气得不轻。本想看陈浩南被钉在耻辱柱上，结果还没高兴多久，业主们的丑闻就被全曝光了。陈浩南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些视频的？他攥紧手机，咬牙切齿道：“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陈浩南，我绝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周小婷凑过来，小声说：“曼妮，或许我们可以。”18层，一个小弟说道：“虎哥，陈浩南这小子有点能耐啊，这么快就把骂他的人搞定了。”雷震虎气得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狠声道：“那又怎样？陈浩南确实是个角色，但他既然惹了我，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大明星林梦琪缩在被窝里，看着手机上的消息，喃喃道：“这个陈浩南好闷。”陈浩南漂亮的反击让他美眸发亮。窗外大雪依旧，前2天还被刘老太婆骗走1半多的食物，一股恐惧感不由弥漫在林梦琪心头。客厅里，陈浩南放下手机，显然对管家放的猛料很满意。柳如烟抱着他的胳膊，一脸崇拜的娇声道：“陈浩南，你真的好厉害！要是能早10年遇见陈浩南就好了，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陈浩南坏笑道：“厉害，我还有更厉害的呢。”说完，他一把搂过对方。陈浩南摸了摸腹部，心想是时候锻炼一下了，保持身材也很重要。末世降临后，他过得太安逸舒适，可不想让身材走样。不过3个步还是没问题的。他从空间里掏出2台价格上万的跑步机。柳如烟从厨房出来，好奇地问：“咦，陈浩南，我们要跑步吗？”陈浩南挑了挑眉：“是啊。”柳如烟顿时慌了：“不会吧？难道我又胖了？”他踩上电子体重秤，俏脸一白，紧张道：“真的胖了？”没等陈浩南催促，他就换上运动短袖，登上跑步机开始运动。陈浩南笑道：“干嘛这么紧张？身材不是挺好的吗？”运动了半小时，柳如烟拿来2瓶矿泉水，拧开1瓶递给陈浩南：“喝点水，补充一下水分。”这也是陈浩南从空间拿出来的。陈浩南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舔了舔嘴唇，接着柳如烟又拿来毛巾，贴心地为他擦去额头的细汗。要是让其他住户知道陈浩南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情锻炼身体，估计眼珠子都会瞪出来。陈浩南坐在沙发上，正想继续逗弄柳如烟时，手机响了。他本不想搭理，但提示音一直响个不停，一看竟然是大明星林梦琪的好友申请。林梦琪，陈浩南挑了挑眉，点击了同意。林梦琪发来消息：“陈浩南，我是林梦琪，就是你知道的那个大明星。雷震虎和他的手下正在砸我家的门。”陈浩南回复：“我为什么要帮你？”林梦琪似乎没想到他态度这么冷淡。砰！外面传来砸门声和小弟的喊叫：“林梦琪女神，别挣扎了！”陈浩南不屑地回复：“你的感激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柳如烟羞涩地说：“陈浩南，林梦琪可是国民女神，你舍得？错过就太可惜了。”陈浩南意味深长道：“当然不会，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林梦琪收进家里，毕竟林梦琪是位漂亮的女明星，即便在末世，精神需求也不能落下。正好陈浩南自己也擅长唱跳 rap。”他淡淡的道：“如果我轻易答应救他，他会觉得理所应当，等他走投无路时我再出手，效果才最好。”门外，林梦琪惊恐地举起水果刀，对准一众小弟：“你们不要进来！”这时，陈浩南发来一条消息：“我可以救你，但有个条件，你以后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话让脸色苍白的林梦琪如同抓住救命稻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同意。”陈浩南嘴角一勾：“可以行动了。”柳如烟问：“但是你准备怎么救他？办法有很多。”陈浩南没有细说，只是卖了个关子。他空间里还有手枪，就算闭着眼睛打，都能把雷震虎一行人射成刺猬。他把玩着柳如烟的一缕发丝，露出玩味的笑容：“信不信我能兵不血刃，安全救下林梦琪，还把雷震虎那群小卡拉米耍得团团转？”柳如烟抱着他的胳膊，甜甜地说：“人家信，很简单，这招叫做……”陈浩南顿了顿，笑了笑：“调虎离山，我来救你了！”一声怒吼猝不及防地响起，把林梦琪和雷震虎一行人都吓了一跳。林梦琪一愣，随即激动道：“陈浩南，是你来救我了吗？”陈浩南，雷震虎坐在小弟从某住户家抢来的轮椅上，一听这话，脸色骤变。
他感觉伤腿一阵剧痛。小弟们也回想起上次那难忘的冰水浴。陈浩南在哪儿？他们都以为陈浩南拿着弩箭和高压水枪来偷袭了。陈浩南在群里发消息：雷震虎，老子能听见你的狗叫，再不闭嘴，老子把你另一条狗腿也废了。陈浩南，雷震虎怒如野兽，一把摔碎手机，冲小弟们吼道：让你们好好盯着。陈浩南那傻逼都跑楼下了，他坐在轮椅上，气得直砸扶手。愣着干嘛？给我下去逮住陈浩南那个狗东西！陈浩南一定在楼下。林梦琪已是笼中雀，插翅难逃，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一群人只想冲下去，趁陈浩南没逃远，直接抓住他。他们真的走了。林梦琪看着群里陈浩南的消息，瞪大了美眸。但陈浩南为了救他，孤身引开那么多人，不会有生命危险吧？还没等他担忧，手机就收到了陈浩南的视频通话。上来，看到坐在沙发上的陈浩南，林梦琪惊愕道：陈浩南，你不是在楼下吗？怎么在家？陈浩南淡淡道：废什么话，快点！果然，雷震虎被走廊的寒风一吹，冷静了下来。陈浩南那么阴险，怎么可能为了救林梦琪豁出自己的命？中计了！雷震虎咆哮道：陈浩南还在家，照片是合成的，马上回去，别让林梦琪跑了。陈浩南，你真卑鄙！陈浩南想英雄救美是吧？老子绝不可能让你得逞！他紧紧抓着轮椅扶手，愤怒地咆哮：林梦琪女神，我马上就能抓住你了，怎么办啊？陈浩南，我跑不动了。林梦琪哭着对手机说。陈浩南毫无感情的命令：把外套脱了，扔下去。他跌跌撞撞地跑到陈浩南门前，摔倒在地。果然如别人所说，陈浩南家的防盗门厚重无比，光是看着就让人心安。林梦琪喜极而泣，还没敲门，一个冰冷的电子腿环掉在他面前。陈浩南冷漠的声音传来：不戴就滚！林梦琪一把抓起腿环，戴在大腿上，进来。他趁后面那群小弟还没冲过来，咬牙撑起身体，摔进了陈浩南家中。门外传来怒吼：陈浩南，赶紧给老子开门！陈浩南只是淡淡的说：废狗们，又想洗冷水澡了。一群人吓得落荒而逃，连狠话都不敢放。林梦琪对吧？陈浩南抱着胳膊，上下打量着他。柳如烟身穿精致 OL 装，恭敬的垂手站在他身旁，宛如一位专业的秘书。最要命的是，柳如烟的身材太犯规了。林梦琪刚开口：我是林梦琪，你就被陈浩南冷冷打断。陈浩南的形象瞬间在他心中变得无比高大，深不可测。陈浩南，又是陈浩南，真该死！雷震虎坐在轮椅上，愤怒地砸着扶手，咆哮声响彻整栋楼。陈浩南竟然从雷震虎一群恶徒手中救走了林梦琪女神，再一次完胜对方。在这末世里，他们永远不是陈浩南的对手。全文完结撒花，感谢各位吴彦祖、刘亦菲的观看。